吃苦正在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很久之前，苦与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穷人面临的是必须要吃苦，富人则是安逸享乐。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穷人早已不需要吃苦，每天的生活十分安逸舒适，享受网络世界带来的愉悦和快感，吃着几点即到的外卖，惬意万分。反观富人，每天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巩固自己的江山和地位，必须时刻精进，做诸多痛苦的事情，不断吃苦前行。显而易见，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无形的变革，有人嗅觉灵敏，早已开始蜕变，而很多人却沉沦在危机中，却毫不自知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希望点进视频的您能静下心来，一起体会佛法带给我们的愉悦安详。有这样一则故事，一年冬天，一群天鹅准备南飞过冬，中途停留在了一座小岛上。岛上的一对夫妻看见这些天外来客，欣喜万分，拿出饲料精心喂养它们。冬天到来，这群天鹅也不南飞了，而是心安理得待在这里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对夫妻始终精心地照料它们。直到一天，这对夫妻年龄大了，离开了小岛，这群天鹅也随之消失。不过他们并未飞去南方，而是在冬天到来之际就被饿死了。如今，穷人如同那群天鹅一样，沉迷在各种短视频、游戏、娱乐节目中，而这种碎片化的精神娱乐让人逐渐上瘾，无法自拔，甚至陷入痴迷的状态。其实，这正是富人的圈套，把穷人都圈养起来，给他们提供吃喝，寻找快乐。时间一长，就像是被圈养的天鹅一样，丧失了自主意识和思考，最终无法南飞。要知道，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不断纵容他。很多人对于眼前唾手可及的快乐和享受，宁愿一直待在舒适区麻醉自己，也不愿吃苦磨砺自己。因此，想要改变命运，首先要挣脱这种甜蜜陷阱，识破贪图享乐背后的危机，要从被动吃苦变为主动去吃苦。一位智者告诉大家，人生如茶，清贫者细细品尝，余甘无穷，但若是勉强为之，只会记得入口时的苦涩。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，自讨苦吃的人往往会觉得甘之若饴，而被动受苦的人只会觉得人生无望。在很久之前，有一位颇有名望的私塾先生，以严厉教学出名，规矩也是十分的多。天亮鸡鸣之前，学生需穿戴齐整地坐在教室里，若是课本未背熟，不许熄灯休息。课堂里的学生个个愁眉苦脸，唉声道苦，而窗外一位贫苦少年却始终兴致勃勃，提到学习更是甘之若饴。相对于课堂里的学生，这位少年每天起早贪黑，千里跋涉，到了晚上还借着米粒灯火熬夜苦读。少年的人生看似更苦，但他丝毫不曾觉得苦，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和享受。人这一生不止学习，其他任何事情主动去做与被动去做，感受完全不同。苦难是每个人的人生特征，一个人一辈子吃的苦是有恒定的。出类拔萃的人往往自律，不自律的人一般走向平庸。自律决定着我们的人生高度，更加隐藏着生命的无限可能。人这一辈子若是吃不了自律的苦，终将会吃平庸的苦。运气和聪明只能让你赢得一时，真正的长久还需靠毅力。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用苦难修行，痛苦其实是让人觉醒的最快方式，也是人生的基本属性。苦难不会无缘无故出现，更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，从某一阶段跳到另一阶段。因此，你越是逃避它，未来就会牺牲更大的代价来面对它。比如，吃学习的苦。孟子言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想要做出一番成就，必先承受苦难。学习读书虽苦，却是走向成功的最快捷径。读进我们脑袋中的书是人生路上的重要指标，想走向哪里，书自会告诉我们答案。人这一生有两样东西别人无法抢走，一是心中的梦想，二是大脑中的书。读书学习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修行，也是通向广阔世界最好的路。二，吃自律的苦。古诗云：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宝剑越磨越是锋利，
梅花越寒越是芬芳，人亦是如此。看吃苦能自律，就能达人所不达，见人所未见。出类拔萃的人往往自律，不自律的人一般走向平庸。自律决定着我们的人生高度，更加隐藏着生命的无限可能。人这一辈子若是吃不了自律的苦，终将会吃平庸的苦。运气和聪明只能让你赢得一时，真正的长久还需靠毅力。3. 吃劳动的苦。易经有云，君子应当效法天道，自强不息。勤劳乃是一个人的福气，安逸则是灾祸的开始。中国自古以来倡导人们勤俭持家，劳动勤劳是最光荣也是最累的事情。劳动虽累，但只有勤劳的人才能不断兴家旺家。只有趁着年轻时不断努力，多挣一分钱，才会多一分生活的底气，多一份积蓄，才会多一份选择的权利。4. 吃思考的苦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思考对于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。要知道，方向永远大于我们的努力，好的战略规划胜过于我们无数次战术上的勤奋。在任何时代，思考是必然的，思考的深度能够决定我们最终能达到的高度。5. 吃坚持的苦。其实做一件事情并不难，难的是坚持做一件事。坚持做一件事也不难，难的是坚持到底。任何事情都会面临挫折和迷茫，但请不要轻易放弃。只有坚持下去，才能得到收获，坚持才能赢得最终胜利。正所谓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不想吃小亏，将来会吃大亏；不吃小苦，将来必吃大苦。因此，不想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逐渐沉沦，就要学会主动去吃苦。当你熬过了所有的苦，所有的美好都会缤纷而来。佛说，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娑婆世界，众生皆苦，谁也躲不掉。可小编觉得，与其苦苦生忧，忧而生怖，不如练就豁达心境，苦中作乐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，被世人常道，却难以做到。罗岳其城有一个婆罗门，他常听说舍卫国人多孝养父母，信仰佛法，且善于修道，十分向往，便前去修学佛法。到了舍卫国，他看见有父子2人正在田中耕地，忽然一条毒蛇把那儿子咬死了。然而那父亲却丝毫没有理会死去的儿子，接着干活，连头也不抬。婆罗门十分震惊，上前问他缘由。耕种者说，人之生老病死及世间万物成败，皆为自然规律，忧愁啼哭能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伤心的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什么也不干，那不跟死人一样，活着的意义就不大了。你路过我家时，请替我捎话给我家人，说儿子已死，不必准备2人的饭菜了。婆罗门心里暗想，儿子被蛇咬死，竟不悲哀，反而想着吃饭，这人真没人性。他来到耕种者的家，见到死者母亲，便说道：你的儿子已经死了，他的父亲让我捎话说，准备1个人的饭就行了。其母听后说，人生即如住店，随缘而来，随缘而去，我这儿子也是一样啊。生是赤条条来，死亦赤条条去，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这一规律。婆罗门百思不得其解，怀疑自己走错了国家，于是去请教伟大的佛陀。佛陀说道：舍卫国人是真正通透啊，他们知道人生无常，伤心悲哀无济于事，故能正视世间及人生的自然规律，也就无有忧愁。尘世之人看不透生死无常，常常懊恼痛苦，甚至痛不欲生，无以自制。佛陀接着又说，世间俗人长时间被贪嗔痴3种烦恼袭扰，不能自拔。如果能明白无常之理，能明白佛法所说的苦集灭道，自然烦恼尽除，皆可以证道。婆罗门听后恍然大悟，除了生死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小事。连生死都能看透的话，还用担心看不透人生百态吗？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人生很苦，请先学会看透。还有这样一则故事，一位母亲下班回家，发现3岁的儿子在厨房嚎啕大哭。她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儿子的手卡在了一个糖果罐子里，拿不出来，所以急得大哭。而儿子的手之所以卡在罐子里拿不出来，
是因为他手中紧握着一把糖果，他舍不得放下。我们很多人就像这个小孩一样，因为心里有太多的不舍，所以深受其害。得是一种本能，舍才是一种本事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很苦，第二个要学会的就是舍得。心经有云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意思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太执着，不要老放在心上，要懂得放下。放下了，心中就不再有恐惧，也不再有烦恼。这让人想起《后汉书·郭泰传》记载的破赠不顾。郭泰在太原时，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个瓦罐走路，走着走着，这瓦罐突然掉到地上去了，哗啦一声，吓人一跳。谁知那个行路人看也不看，继续走路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郭泰看了觉得很奇怪，就主动上前问他，为什么你的瓦罐摔碎了，却弃之不顾，继续走路呢？那人回答，破的破了，再看还有什么用呢？书中记载，此人叫孟敏，字叔达，求学10年之后就名闻天下，心性豁达，万事万物都能放下，自是一身自在，无忧无愁。心无忧愁，才会临危不乱，凡事泰然处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既要拿得起，也要放得下。拿得起是能力，放得下是智慧。有的人只会拿得起，却放不下，只会徒生烦恼，疲惫不堪。一念愚即般若觉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因此，如果你觉得人生太苦，也请一定要学会放下。六道众生，因果轮回，浮生若梦，爱恨悲苦。你经历的这一切，不过是一段妄念，一场幻觉罢了，何苦执着于其中呢？看得透，舍得弃，放得下，就能享受云淡风轻，笑看柳暗花明。